为什么我会怕亲密？安全感的缺席。你今天过得好吗？这只是一句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问候，但当他听到时，却感觉像被雷打中一样。他愣住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只想转身离开。这不是第一次了，每当有人靠近，表现出一点点关心，他就会变得不自在，甚至想关掉手机躲起来。这样的情绪反应不是因为对方说错了什么，而是他内心某个开关被触发了。那开关写着亲密等于危险。为什么明明渴望被了解被爱，我们却常常在被靠近时感到不安甚至恐惧？为什么有些人面对亲密关系时会不自觉地后退一步，或干脆筑起高墙，把人拒于千里之外？这堂课我们要一起拆解这个难解的谜题。原来怕亲密的背后是安全感的缺席。让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现代生活里真实的缩影。案例一，爱情里的拉锯战。艾丽交了一个男朋友，对方温柔体贴，也愿意倾听她的感受，但每当对方表达我很想你，或是提出我们未来要不要一起搬出去住，她的第一反应总是这样会不会太快？我真的准备好了吗？她嘴上说我也很喜欢你，但行为上却经常忽冷忽热，甚至故意挑起小争吵来保持距离。她自己都搞不懂，明明有了理想的对象，为什么还是想逃？案例二，职场中的过度独立。李奥是一家新创公司的专案经理，工作能力强，人人都说他可靠又效率高，但只要同事主动要帮他分担工作，他总会礼貌性的回绝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他以为这是责任感，直到有一次他在会议中听到老板称赞另一位新人团队合作很好，突然感觉莫名不安。回家后他开始反思，不是，其实不敢依靠别人，不信任人。从爱情到友情，从家庭到职场，我们可能都不小心成为了怕亲密的那一方。我们的情绪就像一个记忆的仓库，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不喜欢被关心，我没兴趣谈未来，但事实上背后藏着一段没有被说出口的故事。怕亲密往往不是因为当下这个人让你不安，而是过去某个时刻你学会了靠近会受伤。可能是小时候的你曾经在表达脆弱时被忽略被责备，你曾经鼓起勇气信任某人，却换来背叛与失望。在家里，关心常常是带刺的关爱，像是我都是为你好，你怎么还这样？那一刻你学会的不是爱，而是防卫。你学会了表达需求很危险，太靠近会被控制，脆弱会被利用。久而久之，你建了一个看起来很自由很坚强的外壳，但里面藏着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小孩。我们常听到亲密关系需要信任，但什么是信任？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你相信在你脆弱的时候，对方不会丢下你。可是若你过去的经验告诉你没人会留下来，或一旦表露内心，别人就会控制你评价你，那你要怎么学会放心地把心门打开？你只能选择我没事，我自己可以，我不需要人陪。不是因为你真的没事，而是你怕说了之后被拒绝，被当成负担。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，但也是一种情绪的误导。最讽刺的是，我们想保护自己，不让人靠近，
却也因此错过了真正被理解的机会。当我们把人推开，对方也会感到受伤，甚至误以为你根本不在乎我，从而慢慢退出。而我们心里的剧本则是，你看吧，靠近就是会被抛弃。于是那个安全感的缺口一次又一次被印证，这就是情绪的恶性循环。你越怕亲密，越远离亲密；你越渴望安全，越不敢冒险去信任。但有没有可能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只是你从没学过怎么在安全的条件下亲密？回到文章开头的那句话，今天过得好吗？他不只是问你今天好不好，他是在说我在乎你。当我们学会看懂这些情绪背后的故事，就能少一点误会，多一点理解。怕亲密不是毛病，也不是你不够成熟，而是你曾经受过伤，而你的小孩心灵学会了自我防卫。你可以开始练习辨认，这一刻的不安来自现在还是来自过去？我是在回应当下的对象，还是在回应我童年的创伤？当我们这样问自己，就打开了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。情绪不是坏东西，它从来不是来伤害你的，而是要提醒你，你还有个需求没被看见。怕亲密是你内在那个曾经渴望爱却失望的自己在说，我需要安全。这不是软弱，这是人性最深的渴望。下次当你想推开一个关心你的人，不妨先问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其实很想有人留下来？结语，亲密的起点是重新相信有人会留下来。你不是不值得被爱，也不是无法爱人，你只是走在一条比别人多一点防备的路上。但这条路是可以转弯的。当你勇敢地承认我其实是怕的，你就已经在拆除那堵墙的第一块砖。亲密的起点不是全然打开自己，而是愿意试着相信这次可能不一样。